是吧？就是曾几何时，我也和大家一样，我觉得在娱乐圈，只要你长得好，哎，或者你整得好，总有我的一席之地，好吧？大家现在看看我，我都一把年纪了，我还坐在这儿跟一群神经病来谋生，你知道吗？西湖边站个法海，游客数量立马下降；核电站旁边站个裸体范冰冰，照样人山人海。这看脸的社会，女人漂亮嫁得好，男人紧俏一。线下看脸，线上也看脸，上得亮照，关注量明显增加。拼爹的时代，大家也在拼脸，导演选演员看脸，老板选秘书看脸，有好脸就有好工作。知识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整容一定改变人生啊！可侃爷发现，看脸只是表象，看能力和魅力才是根本。有钱如马云，哪怕你是外星人；有才如高晓松，哪怕长得像植物大战僵尸，他们有魅力，照样被人崇拜。武大郎要是首富，潘金莲也不会出轨。葛优黄渤长得都对不起镜子，但观众买账，连雷正富都有赵红霞，凭什么说这是看脸的世界？总之，在江湖里摸爬滚打，想要成功上位，有人坚信做个安静的美男子才是王道，但也有人相信不靠脸也能走天下。看一看的有点心塞，所以诸位看客，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呢？这是不是看脸社会？当然，我们先分析一下我们的对手。斯达呢，两个斯达，一个刘斯达。那我没有在怕他的，因为姜思达第一腿没有我长啊，第二说话也没有牛啊，所以完全没有在怕的。但是姜思达头上有朵花呀。对啊。我长得就像一朵花。答案，我真的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很违心。我这样，我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我觉得挺好的啊。如果这要真是一个看脸的社会，那我们就直接赢了。这是不是个看脸的社会？我们两位团长也都有各自他们的这个观点。在各位投下你们神圣一票之前，我们先让两位误导一下大家，好吧？小松，你觉得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吗？你看看我的脸，你觉得是吗？那个康永兄，哎，既然他选择了这个方，你就有义务去站到他的对立面上去，是吧？我很乐意站到他的对立面。我觉得这不光是一个看脸的社会，这直接就是一个看的社会。那看什么呢？就是你有本事让人家第一眼看到你的脸就看脸，没有脸看的话，第一眼看到你的钱就看钱，看车子、看衣服、看你的才华，全部都可以看。那看脸是最方便的，所以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这多好，这才像一个辩论社会，对吧？珊珊觉得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吗？我觉得当贝克汉姆和马云先生站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标准答案。啊，好深奥。马云和贝克汉姆能比吗？你和我在一起，你看谁看不看？他看你，没看我。有完没完？他没有跟你在一起。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一起看你啊。我还是看脸的啊，我不会跟你在一起。我曾经也看脸，我17岁的时候也看人脸。所以其实看不看脸，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各位两位团长和珊珊的这个观点，但是我你说其实是看身材的。你认为这是一个看腰的社会是吗？这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变化看不同部位的社会。对啊，刚才拍那个什么硬照的时候，他不自觉的把手都放到我的腰上了，我觉得。然后才发现我的臂长实在不够。你们两个这个位置刚好是这么交叉着，容易让大家看乱，换一下位置行吗？我坚决拒绝，因为我坐在你旁边更有自信。怎么可能有人拒绝坐到珊珊旁边来？我坚决拒绝。不是，我要坐在珊珊旁边，我就变成说也不会话了，家也搬了走。但是我坐在你旁边，我就非常流利。但是你坐在珊珊旁边，你有了摸腰的机会。那更不行。那不行。老想着摸腰，还能辩论吗？哎，我觉得好怪，这一方长得明显的更好啊，颜值比较高，确定吗？颜值明显的，所以我们才更有说服力。所以有个人占了便宜还要卖乖啊，是这样吗？你凶个屁啊！激动好不好？长得好看就要骂我们呢。稳住。那个刚才有一个选手提到一个词叫颜值，小松知道吗？是盐有多咸的那值吗？脸面的颜值，你的世界里没有这个词儿，你的词典里没有。因为已经突破了0，是这意思。你叫做颜不值，你知道吗？这个康永知道这个词儿哈，颜值。哎，听起来懂，可是怎么那么像日本里面出现的？珊珊知道这个词儿吧？颜值。知道。好，这样
我们就以珊珊的颜值是100%，以我为0，以她为中间差距也太大了，以她为0，来做一个统计。大家对自己的颜值先做一个评论和判断，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自我判断。我们先从康永兄开始，你就不用了，你0，反正啊。康永兄的颜值自认为是58，好准确啊，连59都不是，57和59，它分别代表着什么？就是再多努力2分我就及格了。啊，靳宇轩啊，单纯颜值的话，我估计我大概是68。思达觉得自己呢？我觉得那就比金老师多10分吧，78。潇潇颜值，我觉得我98，他100的话。王梅颜值的话，如果不化妆的话，大概60分吧。但是化了妆的话，可能可以提升10分，这样70。姜思达颜值，我觉得34吧。虚伪。张扬，你不用回答这个问题，你那个值还没有小峰高，你就算了吧啊。哎不，我跟你说真的，以前我真不觉得袁姗姗长得好看，但今天看本人她是美的。我刚才还在跟他们讨论，我说。你又是一个不上进的姑娘，哦，就是我是要开始重新选择职业了吗？我也不太上进，其实。对，他也不上进。好，我们好像还是一个辩论节目啊，现在正式开始吧。选手按自己的观点选择持方。今天的主辩手坐第1排，2排为协助议员。比赛中，观众可以随时变换嬉戏，按下啪啪钮，红正蓝反。辩论的胜负将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产生的跑票数量决定。那我们现场100位观众，到你们表态的时候了。3、2、1。好，我们看一看，哦，67比33。好，按照一个辩论的规则，虽然我们经常不遵守规则，按照辩论的规则，也是由正方来开始。OK，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这方的观点是，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因为我们从有狗那年说起，所有的动物的繁衍生息，它们都是靠什么？靠择偶。怎么择偶？我们要选择个优良的基因啊。选择优良基因怎么弄呢？看它的外貌。我们或者说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现在是个狒狒的世界，我们是人猿星球，好吧，我们都是狒狒，那我们的论题就不是一个是否是看脸的世界了，我们是个看屁股的世界。狒狒的择偶是看屁股啊，看红色的屁股。实际上高老师坐在这个位置，就为我们充分的提供了一个证明，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看脸的世界。而高晓松老师由于缺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颜值，他只能把大家泡妞的时间用来苦练自己的琴艺。当练成之日，你才坐到清华的草坪上。好，1分钟时间到。你成功的已经为你们跑了3票了。OK。啊，你准备转会了是吗？你要转吗？不过金宇轩刚刚讲了个重点，就是说是因为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才把高晓松逼到了得苦练吉他，然后成为校园音乐人的这个，然后就完全否定了他看脸的社会。他的意思就是说脸不行，用别的也行。靠别的啊，可是说明他自己否定了自己。不是，不对。按你这个说法，钱不够用，他开口了，我不用他了。你用您这个说法，钱不够用的时候可以用信用卡，所以信用卡可以取代钱。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吗？其实你不是颜值不够，你不能来凑。高晓松老师，你弹吉他弹那么多次，我们并没有说这只是个看脸的世界，脸很重要，我们没有说它是唯一呀，是不是？我跟金老师是对的，你为什么对于我们这种颜值的人不能胳膊肘膀你拐一下呢？你老看高老师有什么意思啊？是在解释。就我说对的，谢谢大家。我还可以补充吗？我来说一个我自己的事情吧。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有127斤，然后当时我考的是传媒大学播音系，我们就是出来以后就要干主持人这一行，我就跟一堆人一块儿去一个北京的某一个公司做节目那个公司去面试，我觉得我说的特别好，我觉得里边没有一个人说的有我好。后来回来以后，我等消息的时候，最后我被淘汰了。于是我就开始去问，我说制片人为什么我没有被选上？他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团队够强大，我不用你特别会说话，我们都可以包装你，教你怎么样去说话。但长得好不好看这个东西是最直观的东西，观众第一眼看到你的脸的时候，你长得不好看我就换台了，我不听你说什么。
就是这么现实。我也怀疑过。你那时候127斤是吗？对，127斤。你也到过127斤？有过。126，比你瘦1斤。我也到过127斤。那谢谢刘思达，你跟我们分享了你悲惨的童年故事啊！就在不久之前，好吗？而且会一直延续，好吗？这个现象，我要大家都是你清醒一点，好吗？我要是你，我就不服这口气，我就回到127斤，看看世界还是不是那样。我就不能那么蠢啊！你认清现实了以后，你可以不服，但你一定要认清这个现实，然后去改变啊！那肯定要减肥啊！好的，再不让人家说话有点太不公平了哈。现在由反方来发言，谁先说？我先说，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吧，就是曾几何时，我也和大家一样，我觉得在娱乐圈，只要你长得好，或者你整得好，总有我的一席之地，好吧？大家现在看看我都一把年纪了，我还坐在这儿跟一群神经病来谋生，你知道吗？然后我还想说的是，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深刻的意识到，我真的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而且我们再反观我们的小松老师，我相信对小松老师的长相，刚才我们的对面那几位同学他们也提到了，小松老师长得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大家可以达成一致的共识，那就是真的不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呢。但是他们刚才也提到了，小松老师是一个很优秀的音乐人，人家90年代就知道把别人的长发盘起了，这个小才华我真的是望尘莫及。所以呢，其实我原来写的是谁把你的裙子撩起。老师，我们要有点正能量给观众，马上啊，正能量马上来了。所以呢，小松老师虽然长得比较大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真的是一个有才华的大男孩呢。而且，说到这个社会，脸重不重要？我们不否认脸很重要，但他们真没那么重要。就说我吧，大家看我穿的人模狗样的，真的，我的证件照拿出来，比对面的张扬同学长得还要残忍呢。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不是你们爹妈不给力，是你们自己不争气而已。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连自我包装和自我管理的能力都没有，那你真的是失去了核心的竞争力。累死我了，要休息。我们看一下啊，你真的征服了很多人，现在已经接近要打平了，49。哇！我发现我们已经输掉了呀！我发现今天的现场观众还是非常敬老爱幼的，像潇潇这么50多岁一把年纪啊，大家居然能够给他这么多的鼓励，真是啊！夕阳红啊！这6位选手还有年龄比我大的吗？真奇怪。张扬，你让人家说完啊！好，他不说完了吗？姜思达，你请。对面的张同学告诉我嘛，其实脸是重要的嘛，别的也是重要的，你今天能力也是重要的，你钱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这样，我们就能得出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那我们就能得出任何一个结论，这是看钱的社会，这是看爹的社会，这是看身材的社会。所以这样论述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它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脸是重要的，而我们也承认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为什么？是因为在我们走向成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脸和其他因素相比是最容易提升的一个。在我原来的时候，我是个单眼皮，我妈就觉得双眼皮会比较好看。那现在有这种医学技术，我就说实话嘛，割了一个双眼皮，那很快就康复了。你可以一天整成范冰冰，但是你能不能一天读成林徽因，这个事情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脸好像没那么重要。姜思达，我有问题。姜思达，你只有割双眼皮吗？真的。那你其他脸上部位没动过？没有。思达，你早晨起来有刮腿毛的习惯吗？效果看好像刮的也不太好。没有。我们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就像他这种是这样的，因为本来打算穿上丝袜的，但是觉得还是算了吧，就是退毛就退毛。啊，你一直跟他聊他的腿毛，等一下他们这一对的这个不高兴。他大腿都露出来了，然后你就关注那个小腿。潇潇是每天要刮腿毛的是吗？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被姜思达给逼的，真是相煎何太急，这小妖精穿成那样，我真的我就只有这样了，你知道吗？他穿裙子我就只有超短裤了。你可以穿迷你裙啊！啊，迷你裙，这样好吗？那他怎么办？他本来床单嘛，就算了。对啊，我都桌布了。
所以为什么这一对长得好看的人都在讲这种话？他们有没有勇气卸了妆以后素颜讲这些话？真想过，他们就是因为长得好看，但是并没有如预期的。如果真是看脸社会，他们早就成功了。他们并没有那么快的成功，他当初误会了，所以他们才认为这不是个看脸的社会，心怀恨意的在陈述这件事。咱们在这坐的所有人，我们这一上面这么多人，有一个人比江珊珊好，比袁姗姗好看的吗？因为颜值分高低，他们没有达到那么好看。我要像珊珊姐您这么好，我早就红了，早就红了，我比蔡康永老师还红。突然红了怎么办？你不红不一定是因为你长得丑，是因为你性格不招人喜欢。对，很好。性格为什么不招人喜欢？因为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腹也有诗书啊，我气还有我们再来看，有些人说文化，唐宋八大家是哪8个人？反方已经到64票了。我觉得你们这边要不就是长得难看，要不就性格讨厌。只能靠后面的外援的人来说话了。艾丽。我们今天辩题是这个是不是看脸的社会，但我没有说这个是不是只看脸的社会，而且我认为脸有特点不一定要好看。高晓松老师非常有特点，大家你看他的脸啊，仔细看他脸，仔细看啊，看不起了。现在把他的越看越想哭，对吧？把他的脸全部去掉。只留把我脸全部去掉，没有，把他的皮肤去掉，只留下来胡子、眼睛和头发。你能记住这个人，对吧？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名人像他这样，当然远要稍微圆一些，离一些。刚才如果你们仔细听对面的所有人说话，他都会说，我觉得不看脸呀，我觉得无所谓啊，但我去做这个双眼皮；我觉得不看脸呀，我觉得无所谓啊，但我就要去包装。如果说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不看脸，那就不应该做那些活儿。最后的最后，我说一个我具体的例子。时间到。刚才我坐在高晓松老师旁边，近距离的观察他的脸的一些感受。我真的是我使着劲的看了一会儿，我只能用4个字形容我的心情，叫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好了，王梅还没有说话，开始。好，谢谢。刚才其实艾丽说的是什么呢？她告诉我们的是人要活得有个性，要有特点，要让别人记住你。可是这个和今天的题目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说一说什么叫做看脸的社会。在我的理解，如果你跟我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代表什么？代表脸可以定胜负，一脸可以定江山，长得好看就是有特别大的优势，可以说服别人，可以不管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看是不是这样？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有的人长得不好看，但是他很成功；有的人长得挺好看的，可是他混得很惨。这就说明什么？如果我们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长得好看只是一种可能让你达到的一个因素之一，脸一定能决定一切吗？关键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你说这个人长得好看，没有学识渊博更加努力来得好嘛？那我们想想设想一个这样的概念，如果我跟你一样努力的话，我长得比你好看，或者你长得比我好看，是不是有优势？有优势，但是如果我和你长得一样好看，可是我比你有文化，你觉得是不是我又有优势呢？那这个时候不就是有文化的人更有优势了吗？也看才华。所以说嘛，这根本对比不对嘛。你看高晓松老师跟蔡康永老师都有文化，高晓松老师在这儿呢，你往哪儿指？这我都不看到你们，我只看到蔡康永老师。王梅，我是你而来的。来，我采访一下我身边美丽的袁姗姗小姐，你认为这是个看脸的社会吗？我这样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是一个超市的老板，金城武在你的超市里面偷丝袜，这只是假设，假设你要被金城武告，你会告他吗？不会。你会让他肉偿，你会，所以还不如长得难看点。高晓松在你的店里面偷丝袜，你会怎么办？是和金城武比吗？不，就是刚好你的店特别倒霉，上午是金城武偷丝袜，下午是高晓松偷丝袜，告他。高晓松偷矿泉水我就原谅他，你偷丝袜干什么呀？我偷丝袜为了套在头上，可以吗？偷丝袜是为了套在头上去抢隔壁那家店是吧？为什么会把这个丝袜套在头上？因为遮住面部，面部是最容易被人发现的，所以这是个看脸的事情，还要说吗？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看辩论结束时双方投票结果，51对49。凝固啊，这个票数已经不能再被改变了。好，计算胜负结果。
反方加了17，反方胜。一个人如果连自我包装和自我管理的能力都没有，那你真的是失去了核心的竞争力。如果我和你长得一样好看，可是我比你有文化，你觉得是不是我有优势呢？你可以一天整成范冰冰，但是你能不能一天读成林徽因？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反方胜了以后呢，就是正方的3位选手当中有1个人会被淘汰。我们请2位团长和珊珊小姐在这个题板上面写下你希望被淘汰选手的名字。开始。好，来吧，3位都把这个题板扣起来，然后在我们把这个结果给大家看之前，请先说出自己的原因，但不要说出这个名字。高团长，我觉得作为胜方再去淘汰这个负方的选手，实在是于心不忍，所以我们叫胜不骄不追杀。哦，胜不骄不追杀。我觉得小时候胜负心太强了，啊，然后这么强的这个胜负心都就上来就已经骄了，这就是骄。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袁姗姗小姐。我实在不忍心，因为我是一个在辩论上有些不太坚定的人，就是听到谁说都还挺有道理的，然后都听得觉得是对的，虽然最后也会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也是需要磨练，然后慢慢成长才会成为优秀演员的。但是听到他们各个行业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一直没有得到答案。所以，然后我就写我自己吧。袁姗姗和小松都没有选择弃权，我们都选择了弃权。那蔡团长，我选中这个人要把他淘汰掉呢，原因是我不确定他留在我们这个队伍里面，未来能不能够带来很大的功劳。可是我几乎可以确定，他留在这个队伍里面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好，这是您的选择，是，所以请亮题板。本节目由不走寻常路潮流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一定要下载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登录人人网，关注奇葩说公共主页，参与奇葩话题，有奇葩惊喜。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跟我们互动。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请亮题板。那么在正方里面，唯一得到一个淘汰票的就是张扬，所以张扬，你也许委屈，也许不服，但是你被淘汰。心不服，口更不服，都不服。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我真的是。当然，也许说蔡康永老师是在保护我，他可能要单独发展我，也未必哦。好，谢谢老师。谢谢你们。好，谢谢大家。我是觉得吧，他刚才那个康永老师也说了，他是因为怕给团队来会减分，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节目中给我们大家带了挺多欢乐的。你表达了那么多了，我们最后给你一个福利吧，退场福利，拥抱一下我。你愿意跟？是拥抱一下我。那是真正的枪。珊珊介意不介意跟他握个手？拥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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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拥抱不敢，拥抱不敢。